一条已经流淌了超过1万年，亲手孕育了人类最早文明的河，它的名字叫幼发拉底河。在它和它的姊妹河底格里斯河之间的那片土地，古希腊人给了一个我们都不陌生的名字——美索不达米亚，意思就是两河之间。就是在这里，人类第一次定居下来，第一次种出粮食，第一次筑起城墙，第一次把语言刻成文字，第一次写下成文的法律。苏美人在这里仰望星空，计算出最早的历法。巴比伦人在这里建起传说中的空中花园。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文明，几乎都能一路追溯回这两条河的两岸。古人说，这里是文明的摇篮。而如果你翻开那本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圣经，你会发现这条河的地位更加不寻常。在创世纪里，它被写成是从伊甸园流出来的4条大河之一，而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一段，这条幼发拉底河更被指定为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那片土地的北方边界。换句话说，在那本书里，这条河从人类的起点一直延伸到神圣的承诺，它几乎见证了一切的开始。而说到这片土地，就不能不提那座传说中的城市巴比伦，它就坐落在幼发拉底河的岸边。在圣经的记载里，人类曾经在这附近妄想建起一座高耸入云，要直通天庭的巴别塔，结果触怒了上天，于是人类的语言被打乱，从此各说各话，再也无法齐心协力，最终四散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你看，人类那种不知天高地厚，总想着要挑战一切，征服一切的傲慢，似乎从这条河的岸边就已经悄悄地种下了。而在现实的历史里，这片土地同样灿烂的不可思议。古巴比伦的国王汉谟拉比在这里颁布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典之一，把一条一条的律法永远地刻在了坚硬的石柱上。后来的新巴比伦王国又在这里建起了被后世列为古代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传说中的空中花园。可以说，从文明最初的那一缕曙光，到人类最狂妄的那个梦想，这条幼发拉底河全都默默地看在了眼里。可是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亲眼注视之下，这条养育了人类数千年的母亲河，正在以一种让全世界都感到不安的速度干涸、萎缩，一寸一寸地从地图上消失。而真正让无数人脊背发凉的，并不是它正在干涸这件事本身，真正让人睡不着觉的是，当你翻开那部写成于将近2000年前的古老经卷《启示录》，你会在它的第16章里读到这样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那段文字说，当世界的末日临近的时候，会有7位天使依次将盛满了上帝愤怒的7个碗，一个接一个地倾倒在这片大地上。前面几个碗倒下去，带来的是毒疮，是海水变血，是江河变苦，是太阳用烈火炙烤大地。在启示录的描述里，这7个碗的灾难是整个末日大戏走向最高潮的部分。在它之前，还有7道封印被一一揭开，还有7位天使先后吹响了号角，每一次都对应着一场席卷整个世界的浩劫。而这第6个碗倾倒在幼发拉底河上的这一刻，正是那场最终决战来临之前最关键也最不祥的一个信号。而当第6位天使把他手中的那个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的时候，河水就会彻底干涸。那条干涸见底的河床将会为来自东方的众王，为他们的千军万马预备出一条畅通无阻的进军道路。紧接着，3个像青蛙一样的污秽灵体会从那条龙的口中跳出来，走遍天下，去召集世上所有的君王，把他们全都聚集到一个地方，准备那场决定人类最终命运的终极决战。而这个最后战场的名字，用古老的希伯来语来说，就叫做哈米吉多顿。你看，2000年前那卷羊皮上写下的这句预言，和今天卫星从几百公里高的太空中拍下的那条龟裂河床，竟然如此惊人地重叠在了一起。所以这到底是千年难遇的巧合，还是某种我们至今还无法真正读懂的被人提前写好的剧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沿着这条正在死去的大河，从天上冰冷的卫星数据出发，一路追到圣经里那段古老的预言，
再追到此刻就在中东熊熊燃烧的真实战火，看看在这背后到底藏着一个怎样令人不安的真相。如果你也对这个藏在文明摇篮里的谜团感到好奇，那么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越往后，这个故事就越让人脊背发凉。我们先把神秘的预言放在一边，回到最坚硬也最无法辩驳的科学事实。幼发拉底河真的在干涸吗？答案是，它干涸的速度比你能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在我们所有人的头顶之上，遥远的太空里，美国太空总署曾经部署过2颗非常特殊的卫星，它们不拍照片，不测温度，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极其精准地测量地球上每一个地方重力的细微变化。你可以把这2颗卫星想象成一台悬浮在太空中的巨大无比的体重计，地表之下每消失一滴水，这片大地就会变轻一点点，而这台悬在天上的秤竟然就能把这一点点的变化给称出来。20多年来，他们就这样默默地从遥远的轨道上注视着这场灾难一步一步地展开，而他们最终称出来的结果触目惊心。在2003年到2010年这短短7年的时间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这整片广大的流域总共失去了大约144立方公里的淡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意味着这片土地地下水流失的速度在当时是全世界排名第2快的，仅仅次于人口高达10几亿的印度，而其中超过60%的损失是因为人们疯狂地抽取地下深处那些积攒了千万年的地下水所造成的。我们不只是在用光河面上的水，我们连大地深处最后的储蓄都快要掏空了，而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进入2020年代以后，整个情况急转直下。位于下游的伊拉克，这个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两河之国的古老土地，迎来了它自1933年以来最干旱的一年。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水位暴跌了将近30%。在伊拉克的南部，曾经宽阔浩荡的河道，如今只剩下中央一条细细的水流，在大片大片干裂的河床中间有气无力地蠕动着。卫星拍下的前后对比图更是让人心惊胆战。同样一片伊拉克中部的土地，几年前还是大片大片湛蓝的水库和环绕着水库的翠绿农田，可几年之后再看同一个地方，水库已经彻底见了底。那干涸的库底上面居然已经有人种起了庄稼。专家算过，在干旱的年份里，这2条河的水流量已经跌到了过去平均值的1半左右。1半，一条曾经奔流不息灌溉了整个文明的大河，如今只剩下了过去的1半。而这2条河之所以会变得如此脆弱，背后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原因。它们的水很大一部分其实并不是靠当地下雨来补充的，而是靠着上游土耳其和伊朗那些高山之上冬天积攒下来的厚厚积雪。等到春天一来，冰雪融化，融水顺流而下，才让这2条河在春天迎来1年之中最丰沛饱满的时候。可是这些年，山上的雪下得越来越少了，没有了足够的积雪，春天那场应有的融水也就跟着1年比1年枯竭。于是我们看到，那些原本应该在春天被灌得满满的水库，连续好几年都没能等来那场本该如约而至的春汛。伊拉克最大的那座人工湖就这样眼睁睁的1年比1年消瘦了下去。一边是天上的雪在不断减少，另一边是上游的坝在拼命拦截。这2条伟大的河就这样被死死地卡在了中间，腹背受敌，进退无路。更让人绝望的是，似乎没有人能够让这个过程停下来。早在很多年前，伊拉克的水资源部就发出过一份沉重的报告，警告说，照着现在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到了2040年，这2条曾经被认为会永远奔流的大河很可能就会彻底干枯。你听清楚了，是彻底干枯。一条孕育了人类最初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我们这代人的眼皮底下倒数着它生命的最后时光。我们很可能会成为亲眼见证一条文明摇篮之河死去的第1代人。当一条大河开始死去，最先承受痛苦的永远不是那些遥远的数字，而是真真切切依靠着它活下去的人。今天
全世界有超过6000万人，他们杯子里的饮水，他们田地里的庄稼，他们赖以为生的一切，全都依赖着这2条正在干涸的河。而其中受伤最深的是伊拉克的南方，在那座拥有将近350万人口的港口大城巴斯拉，一场因为缺水而起的人道危机正在悄悄的却又无比真实的上演着。当河水的流量变得越来越小，从波斯湾那边倒灌进来的海水就顺着虚弱的河道一路向着上游不断推进，咸苦的海水侵入了原本甘甜的河流，土地开始一片片地盐化，庄稼开始一茬茬的枯死。很多巴斯拉的居民每天天还没亮就得从床上爬起来，放下手里赖以谋生的工作，走上好几公里的路，排起长长的队伍，只为了能打回一点点勉强够全家人用的干净水。有居民说，自己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抢水。你能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吗？在一个本应该流淌着2条大河的国度里，喝上一口水竟然成了一件需要每天去争、去抢、去排队苦苦等候的奢侈事。曾经，这里的孩子在河边嬉戏着长大，老人在河边讲述着古老的故事。河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流淌在这个民族血液里的最深的记忆。可是如今，当河水变得又咸又脏，当河床一天天地裸露出来，这份延续了数千年的人与河之间的亲密正在被一刀一刀的无情斩断。一个曾经因水而兴，建起了人类最早城市的伟大文明，如今却可能因为缺水而再一次走向衰败。历史的这种轮回，读来总是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口的苍凉。在更南边的那片广阔沼泽地带，曾经那片孕育了独特的沼泽阿拉伯人文化，被联合国誉为整个中东最大湿地的水乡泽国，如今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干涸，化作一片尘土飞扬的荒地。曾经在水草间悠游的水牛，如今在干裂的像龟壳一样的泥地上，无助地寻找着最后一点水源。世世代代住在这片水乡里的人家，被迫离开他们生活了千百年的家园，沦为环境难民。有一位老人无奈地说，因为这里再也没有水了，他们一家人只能搬到城里去，只能花钱买水喝。一片养育了人类最早文明的土地，如今却连一口干净的水都给不了他的子民。而这片沼泽的苦难，其实还远远不只是因为缺水。在上个世纪末，当时统治伊拉克的政权，为了惩罚并驱赶躲藏在沼泽深处的反对势力，竟然下令大规模地排干这片湿地，硬生生地把这片中东最大的水乡泽国变成了一片龟裂荒芜的盐碱荒漠。无数沼泽阿拉伯人因此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后来政权更替，人们曾经满怀希望地尝试重新饮水，让这片湿地一度奇迹般地复活了过来。可是如今，当上游的水越来越少，这片好不容易才喘过一口气的沼泽又一次站在了彻底干涸的悬崖边上。一片土地先是被人祸狠狠抽干，好不容易活了过来，如今又要被天灾与大坝再一次逼向死亡。他的命运仿佛就是这整条大河最残酷的一个缩影。而水变少了，水质也在迅速的恶化。在伊拉克著名的圣城卡巴拉，幼发拉底河的细菌污染开始蔓延，威胁着千千万万人的健康。在另一些河段，因为水流变得太慢太缓，一种叫做凤眼莲的入侵植物开始疯狂繁殖，它们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水面，像一层绿色的死亡毯子，贪婪地吸走水里的氧气和阳光。据说一株凤眼莲一天就能吸掉好几公升的水，让水底所有的生命都窒息而死。曾经滋养了无数生命的生命之河，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成一条散发着腐臭的死水沟。一份国际医学期刊甚至专门做过调查，发现正是因为老百姓喝不到干净的水，整个伊拉克正在酝酿着一连串可怕的健康危机。你看，河流的干涸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一条蓝色线条的消失，它的背后是饥饿，是疾病，是流离失所，是一整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古老文明的根基，正在被一寸一寸地连根拔起。那么问题来了，这条养育了人类文明的大河到底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冥冥之中上天的旨意，还是说另有隐情？
科学家给出的回答非常明确，也非常冷酷。幼发拉底河之所以会干涸，背后其实有2只手在同时用力地拧干它。第一只手是气候变迁。整个中东地区被认为是全球最容易受到气候变迁冲击的地方之一。在过去这些年里，这里的气温上升的速度几乎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雨越下越少，水分蒸发得越来越快。联合国甚至把伊拉克列为全世界最容易受到气候变迁影响的5个国家之一。但是比起这只看不见摸不着的手，另一只手更加直接，也更加致命，那就是人。确切地说，是修建在上游的一座又一座的大坝。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这2条河都发源于土耳其东部的高原地带，也就是说，这2条河的命脉从源头上就牢牢地攥在了土耳其一个国家的手里。从上个世纪的构想开始，土耳其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耗资数百亿美元的超级工程。他计划在这2条河的上游，靠近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的地方，总共修建多达22座大坝以及19座水力发电厂。土耳其的梦想是要用这些大坝拦下来的水，灌溉出将近170万公顷的广袤土地，把自己从一个地区强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农业大国，同时每年发出多达数百亿度的巨量电力。而在这所有的大坝里，地位最核心也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那座规模一度排名全世界第4的阿塔图克水坝。这座巨坝高达将近170公尺，像一道人造的山脉，硬生生地横在了幼发拉底河上。可是对于下游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来说，土耳其的这个强国之梦从一开始就像是一把悬在他们头顶之上的利刃。因为道理非常简单，土耳其在上游每拦下一滴水，能流到下游去的就少一滴水。专家估计，从1975年到今天，土耳其在这2条河上修建的这些大坝和水电站，已经让最终流入伊拉克的水量整整减少了80%。80%，这是一个足以扼杀一个国家的数字。而流向叙利亚的水量也减少了将近40%。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古老的城镇被上涨的水库淹没，许多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库德人被迫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的家园，连同他们脚下那些上千年的历史古迹一起永远地沉入了水底。这其中最让人痛心的，要数那座修建在底格里斯河上的伊利苏水坝。为了给这座巨坝蓄水，一座叫做哈桑凯伊夫的千年古城被彻底地淹没在了冰冷的水底。而这座古城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小镇，它拥有着长达上万年的历史，是人类最古老的聚居地之一。在那些即将被淹没的崖壁与洞穴之间，曾经居住过一代又一代的人。当库水一寸一寸地漫上来，吞没那些上千年的清真寺、石桥与民居的时候，被淹没的就不只是一座城，更是一段人类再也无法重来的活生生的记忆。为了发出更多的电，为了拦下更多的水，人类正在亲手淹没自己最古老的根。而最让下游国家感到愤怒，也最感到恐惧的，是发生在1990年的那一幕。当时，为了给刚刚建好的阿塔图克水坝蓄水，土耳其完全不顾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强烈抗议，竟然把整条奔流的幼发拉底河硬生生地截断了将近1个月之久。在那1个月里，下游成千上万的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母亲河水位不断地下降，露出河底的淤泥，却完全无能为力。据说，当年阿塔图克水坝落成典礼的时候，土耳其的领导人甚至毫不掩饰地公开放话，大意是说，这些水资源是属于土耳其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无权染指，就好像土耳其也无权去染指阿拉伯人的石油一样。他说，我们有权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这句话背后那种对下游数千万人生死的漠然，至今读来依然让人不寒而栗。这种傲慢是不是和几千年前那些妄想建起巴别塔要直通天庭的古人如出一辙？人类总是相信凭着自己手中的技术，凭着钢筋与水泥，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去驯服一条河，去改写一整片土地的命运。我们筑起一道又一道的巨坝，拦下了奔流千万年的河水，把它变成电，
变成灌溉的良田，变成一个国家强盛的资本。在那一刻，我们仿佛真的成了能够掌控自然的神。可是我们似乎忘了，一条河从来都不只属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代人，它流经的是无数人世世代代的家园，承载的是一整片大地的生机。当我们在上游志得意满地享受着大坝带来的一切时，下游那些干裂的土地、枯死的庄稼和被迫离乡的人们，是不是正在替我们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份傲慢的代价？当水可以被一个国家像拧开或关上自家水龙头一样随意地控制的时候，水就已经不再只是水，它变成了武器，变成了筹码，变成了一把高悬在数千万人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条大河两岸的恩恩怨怨，其实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早在几十年前，当土耳其和叙利亚先后在幼发拉底河上筑起大坝的时候，下游的伊拉克就曾经因为突如其来的严重干旱和上游的叙利亚闹到了几乎要兵戎相见、刀兵相向的地步，而土耳其更是把水当成了他在外交谈判桌上最有力的一张王牌。他用供水的承诺去交换邻国在边境安全问题上的让步。河流上游的每一座大坝都成了一张可以随时打出逼迫对方就范的政治筹码。而当这片土地不幸陷入战乱的时候，水的恐怖更是被赤裸裸的、毫无遮掩地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在叙利亚内战最惨烈的那几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一度占据了这两条河上的好几座关键大坝，他们就把这些原本用来造福百姓的大坝当成了真正的水武器，想淹没敌人就猛地开闸放水，让滔天的洪水冲垮下游的村庄，想困死一座城市就死死地关上闸门，断掉整座城市的水源。一座大坝握在不同的人手里，就可能直接决定着下游数百万人的生与死。而且不只是土耳其，连这两条河发源地另一侧的伊朗，这些年也开始大规模地开发自己的水资源，修建起一座座大坝，这进一步加剧了下游伊拉克的缺水困境。曾经有伊朗的高官直言不讳地说，正是这一连串的大坝工程造成了整个地区河流接二连三干涸的连锁反应。而走到2025年，被一步步逼到绝境的伊拉克甚至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为了能从上游的土耳其手里换来一份能够保证河水持续流动的书面承诺，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竟然要用自己最宝贵也最赚钱的资产石油去交换最基本的生存资源水。曾经富甲一方的两河之国，如今沦落到要用石油去换一口水喝，这背后的荒诞、无奈与心酸，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体会？水战争这个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才会出现的词，其实早已经在这片最古老的土地上悄然地打响了。许许多多的专家都在警告，这个世纪很可能会爆发一连串为了争夺水资源而起的战争，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所在的这片土地，正是全世界范围内风险最高、最有可能擦枪走火的那个火药桶之一。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20世纪的战争是为了争夺石油，而21世纪的战争将会是为了争夺水。过去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谁掌握了石油，谁就掌握了权力。可如今，当干净的淡水变得越来越稀缺的时候，水正在悄悄地取代石油，成为这个时代最宝贵也最致命的战略资源。你仔细想想看，一个国家可以不买别人的石油，可以改用别的能源，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离开水而活下去。当一条大河同时流经好几个国家的时候，位于上游的那个国家就天生握有了一种能够扼住下游所有人咽喉的恐怖权力。土耳其在上游，叙利亚和伊拉克在下游，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平等注定了这片土地上的水之争永远都不会轻易地平息下来。而幼发拉底河的故事其实也只是这个正在缺水的星球上无数场水之战争里的小小一个缩影而已。在遥远的非洲，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情此刻也正在尼罗河的两岸悄然上演。说到这里，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那句写于2000年前的古老预言，他说，
幼发拉底河的干涸是为了给来自东方的众王，他们的军队预备出一条畅通的道路。这句话几百年来一直让无数的人为之着迷，也让无数的人为之困惑。东方众王这4个字到底指的是谁？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原文里，那个被翻译成东方的词，它更精确的本意其实是日出之地，是太阳升起来的那个方向。那么从圣经的故乡，从以色列的土地向东望去，跨过那条干涸的幼发拉底河，更东边是什么？是古老的波斯，是更加遥远的广袤的东方大陆。于是几百年来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些将要从东方杀过来的军队指的就是今天的伊朗，或者是来自更北方的某种强大势力。也有人认为在那个更加古老的年代，幼发拉底河本身就是一道天然的巨大的军事屏障，是阻挡东方大军向西进犯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一旦这条大河干涸见底，就等于这道坚固的防线彻底的崩溃瓦解，东方的千军万马就能够踏着那干枯坚硬的河床，浩浩荡荡长驱直入，一路直扑那片应许之地。而最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东方的人感到一丝微妙与震动的是，还有一种流传了非常久远的解读。在过去某些西方解经者的想象之中，那支将要踏过幼发拉底河，如潮水般涌向中东的东方大军，指的甚至就是来自更加遥远东方的军队，是日本，是中国。当然，我们必须要说清楚，这些全都只是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做出的一种猜测与联想，并没有任何确定的答案。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当卫星真的拍下了那条正在干涸的河床，当这道2000年来一直阻挡着东方的天然屏障真的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一寸一寸的消失的时候，这句古老的预言所带来的那种莫名的张力确实让人很难轻易地把目光移开。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许多圣经学者的考据里，幼发拉底河干涸这个画面其实还呼应着一段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当年那个曾经无比强大建起空中花园的古巴比伦帝国之所以会在一夜之间轰然覆灭，正是因为入侵的波斯大军想出了一个极其巧妙的计策。他们让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改了道，使流经城下的那一段河床干涸见底，然后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沿着那条干枯的河床潜入了固若金汤的城中。河水干涸，城池陷落，一个帝国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那么历史会不会真的在某种更宏大的尺度上再一次重演？而说到这从东方杀来的大军，在真实的历史上还真的有过那么几支让整个西方世界都闻风丧胆的力量。在更古老的罗马时代，东方的帕提亚帝国就曾经是罗马人挥之不去的梦魇，他们的铁骑一度让不可一世的罗马军团吃过刻骨铭心的惨败。而到了13世纪，一支真正来自最遥远东方的军队蒙古大军，如同一场席卷一切的黑色风暴，从遥远的东方一路横扫而来。在公元1258年，他们攻陷了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把这座当时全世界最繁华、藏书最多的智慧之城彻底地夷为了平地。据说底格里斯河的河水都被尸体与被丢弃的典籍染成了血与墨交织的颜色。而这支看似不可阻挡的东方铁骑，最终又是在哪里被挡下了西进的脚步呢？答案竟然又一次指向了那片土地。公元1260年，蒙古大军在一个叫做阿因扎鲁特的地方遭遇了来自埃及的马穆留克王朝的军队，最终意外地战败了，止住了他们继续向西的脚步。而这个阿因扎鲁特恰恰就坐落在米吉多所在的那片耶斯列谷地之中。你看，一支真正来自东方的大军跨越了千山万水，攻陷了两河流域，最终却偏偏在那个被预言为末日决战场的地方被挡了下来。历史有的时候真的比任何预言都更加耐人寻味。如果说正在干涸的幼发拉底河是这场末日大戏缓缓拉开的序幕，那么
预言里那个最终的所有军队都将聚集的决战场哈米吉多顿，它又究竟在哪里？这也许是整个故事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一部分，因为哈米吉多顿它并不是一个虚构的，只存在于人们想象之中的世界末日的代名词，它是一个真真切切存在于这个地球上的，你今天就能买一张机票飞过去亲眼看到的真实的地方。哈米吉多顿这个听起来如此神秘的词，其实来自希伯来语的哈尔米吉多，把它拆开来，意思就是米吉多山。而米吉多是位于以色列北部的一座真实的古城遗址，它静静地俯瞰着脚下一片极其肥沃广阔的平原耶斯列谷地。可就是这座看起来如此平静祥和的古城，恰恰是这个蓝色星球上几千年来流淌过最多鲜血的地方之一。历史学家统计过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在过去长达4000年的漫长时间里，仅仅是在米吉多以及它周边这片并不算大的谷地，人类就已经爆发过至少34场血腥残酷的战役。为什么偏偏是这里？为什么这么一小块地方会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军队前赴后继地在这里厮杀？答案是地理，因为米吉多正好卡在一条极其重要的古代交通要道上。这条连接着南方的埃及与北方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道，是当时整个世界东西方交流的咽喉，而米吉多就死死地扼守着这条咽喉上最关键的一个隘口。谁控制了米吉多，谁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地区的命脉。古埃及一位伟大的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甚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攻下米吉多这一座城，就等于攻下了1000座城市。事实上，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场被详细记录下了完整作战过程的大型战役就发生在这里。大约在3500年前，这位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率领着他的大军要去攻打盘踞在米吉多的迦南联军。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3条路，2条安全好走的大路和一条极其狭窄危险，狭窄到只能让士兵单列纵队通过的山间小道。所有的将领都苦苦劝他走安全的大路，可这位法老却偏偏选择了那条最险的小道，因为他赌的就是敌人万万想不到他竟然敢从那里冒出来。结果他赌赢了，大军如同神兵天降，一举击溃了迦南联军。3500年前的这一场惊天奇袭，就这样为米吉多这片小小的土地揭开了他此后长达数千年腥风血雨的序幕。于是在这片小小的土地上，几乎每一个你曾经在历史书上听说过的古代强权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鲜血。埃及人、迦南人、以色列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十字军、蒙古人，全都曾经在这里浴血厮杀。公元前609年，犹大王国那位虔诚的约西亚王就是在这里迎战来犯的埃及法老的大军，最终战死在了这片沙场之上。时间再往后拉，故事更加离奇。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曾经有一支著名的外号叫做钢铁军团的罗马第6军团就长期驻扎在这片谷地。有学者甚至认为，正是这支第6军团的存在，可能在冥冥之中影响了启示录里那段关于第6位天使的末日想象。而到了近代，就连那位横扫了整个欧洲的拿破仑都曾经在这片谷地的附近留下过征战的足迹。再到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尾声，英国的艾伦比将军又在这里指挥了一场决定性的大会战，彻底击溃了鄂图曼帝国的军队，为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古老帝国敲响了丧钟。如果你今天亲自走到米吉多，站在那座古城的废墟之上，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整座城其实是一座由至少26层不同时代的文明废墟，一层一层叠压堆积而成的人造土丘，每往下挖一层，就是一个曾经在这里兴盛又最终毁灭的文明。它就像是一本用泥土和石头写成的记录着兴衰更替的史书。当你站在这座古城的最高处向下俯瞰，整片辽阔的耶斯列谷地尽收眼底，平静广袤，遍布着今天绿油油的农田与果园，一派祥和的田园风光。可是
当你想到，就是这片此刻看起来如此宁静安详的土地，在过去的4000年里，曾经一次又一次的化作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而那部古老的经卷又预言说，这里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场大战的舞台时，你的内心很难不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寒意。也许正是因为米吉多在真实的历史上见证了太多次决定文明命运的厮杀与兴亡，2000年前那位写下启示录的人才会如此自然、如此坚定地相信，人类最终的那场善与恶的决战也必将在这里再一次的上演。说到这里，也许你的心里会冒出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正在干涸的河流也好，浸满鲜血的古战场也好，这些东西其实一直以来都存在着。那为什么偏偏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切地感觉到，那末日的脚步声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我们逼近？也许是因为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火药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浓烈过。就在这几年，我们所有人都亲眼看着中东这片土地一次又一次地滑向全面战争的边缘。2025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爆发了那场震惊了整个世界的为期12天的战争，连美国的力量最终都被卷入了其中，直接出手打击了伊朗的核设施。那场战火虽然在一轮极其脆弱的停火协议之中暂时平息了下来，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到了2026年，这片土地上的冲突再一次全面的升级，飞弹划过中东的夜空，战火重新被点燃，那条连接着全球能源命脉的荷默兹海峡一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全世界的油价与经济都随之剧烈的震荡起来。一轮又一轮的停火与谈判，脆弱的仿佛一张薄纸，随时都可能再一次被撕得粉碎。就在我们制作这部影片的此刻，这片古老的土地依然笼罩在一片挥之不去的不安与动荡之中。一边是2条孕育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大河，正在无声无息地慢慢地死去，而另一边是最现代化的飞弹与战火，在同一片天空之下一次又一次地呼啸划过。一边是2000年前那句关于东方众王与哈米吉多顿决战的古老而神秘的预言，而另一边是此刻就在我们手机新闻里不断滚动更新的血淋淋的真实战报。当这所有的一切在同一个时间、同一片土地之上如此密集地重叠在了一起的时候，你还能够如此轻松地说，这一切仅仅只是一场巧合吗？而在许多相信末日预言的人眼中，幼发拉底河的干涸还远远不是唯一的那个征兆。他们会告诉你，看看这个世界吧，极端的天灾越来越频繁，一场接一场的瘟疫席卷全球，曾经被认为再也不会重演的大国冲突又一次笼罩在所有人的头顶。他们把这一切一条一条的和那本古老经卷里的描述对照起来，越看越觉得心惊胆战。当然，理性地说，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时代的人可能都曾经觉得自己正活在末日的前夜，每一代人都有着属于自己那一代的恐惧与不安。可是当这么多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干涸的河流，燃烧的中东，尽血的古战场，再加上那一段精准的可怕的古老预言，在我们这一代人短短的时间里如此密集的交织缠绕在一起的时候，那种令人坐立难安的感觉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或许永远无法证明末日是否真的将近，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我们正活在一个无比动荡也无比关键的时代。面对着眼前这一切，那些最冷静的科学家们，他们的态度其实一直都非常清醒，也非常坚定。他们一再地强调，幼发拉底河的干涸绝对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神迹，也不是什么末日的天谴，它是实实在在的由人类自己的活动和气候变迁共同造成的一场环境灾难。是大坝拦住了奔流的河水，是暖化烤干了曾经湿润的大地，是几十年的过度开发和管理不善，一起把这条伟大的母亲河一步一步地推向了死亡的绝境。在这整个过程里，每一个环节
都有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科学解释，没有任何一处需要用神秘的力量去填补。可是，这恰恰也正是最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地方，因为科学家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从来都不是这条河到底会不会应验某一段古老的预言，他们想要传达的是一个远比任何预言都更加迫切，也更加沉重的警告。他们警告说，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已经不只是全球暖化那么简单了。在暖化这个我们已经有些听麻木了的词背后，是水资源，这个直接关乎着全人类生死存亡的根本命脉，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怕的速度加速枯竭。超过6000万人的身家性命与生计正死死地悬挂在这2条正在干涸的河流之上，而当水真正耗尽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等待着人类的未必是经卷里所描绘的那些吹着号角的天使，而很可能是某种更加真实也更加残酷的东西，那就是大规模的饥荒，是随之而来的瘟疫，是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潮，以及为了争夺那最后一滴干净的水而真正爆发出来的残酷的战争。换句话说，无论你信不信那段写于2000年前的预言，幼发拉底河正在干涸，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是一记重重地敲响在我们全人类头顶之上的警钟。当然，我们也必须诚实地说，把幼发拉底河和末日的预言联系在一起，这其实也并不是头一回了。在过去漫长的历史里，每当这条河出现一些反常的变化，每当中东这片土地重新燃起战火，总会有人站出来，言之凿凿地宣称，末日就要到了，预言就要应验了。可是一次又一次，太阳照常从东方升起，世界照常运转，所以许多冷静的研究者也在不断地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把每一次干旱、每一场战争都急着去对号入座，当成是世界末日的铁证，因为这样的恐慌本身，有的时候反而会让我们忽略掉那个真正重要的问题。真正值得我们去焦虑的，或许根本就不该是那个我们无法掌控的遥远缥缈的末日，而应该是那个我们此刻就能亲眼看见，也或许还来得及去改变的眼前的危机。预言到底是真是假，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但这条大河正在死去，这片土地正在淌血，却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亲手去面对的冰冷现实。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眼前的这一切到底是一场巧合，还是一个预兆？说实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100%确定的答案。如果你是一个彻底的、坚定的理性主义者，那么眼前的这一切不过就是一连串可以被科学完美解释的事件碰巧和一段模糊的古老文字产生了某种似是而非的呼应。河流会因为大坝和干旱而枯竭，战争会因为利益和仇恨而爆发，这背后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剧本，有的只是冰冷的环环相扣的因果，一切都只是恰好罢了。可是如果你愿意再多想那么一层，你或许也会在心底感到一丝难以言喻的震撼。为什么一段写于将近2000年前的古老文字会如此精准地预言出一条大河在我们这个特定的时代干涸的景象？为什么那个被经卷指定为人类最终决战场的地方，恰恰就是这个蓝色星球上真实的流淌过最多鲜血的那个咽喉之地？又为什么这所有的征兆会如此密集地偏偏选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同时浮现？这一切究竟是人类自己一步一步亲手走向的宿命，还是说在这冥冥之中真的有那么一只我们看不见的手早已经为这个世界写好了结局，而我们只不过是在照着那本早已写好的剧本一幕一幕的往下演？也许这个问题的本身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他真正想要提醒我们的，或许并不是让我们去恐惧那个遥远未知的末日，而是让我们去珍惜、去守护我们此刻还真实拥有着的这一切，去守护每一条还在我们脚下流淌着的河，去守护每一寸还能够播种与收获的土地。
去守护这个虽然充满了动荡与不安，却依然如此值得我们去深爱的世界。因为说到底，无论那本末日的剧本是否真的存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这条孕育了我们所有人的文明的长河，都值得我们用尽全部的力量去让它继续流淌下去。预言到底会不会成真，也许我们真的只能交给时间去慢慢回答。但是我们此刻能做的是不要等到那条大河真正彻底干涸的那一天，才开始追悔莫及地问自己，当初我们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认认真真的多看他一眼。